有一个听众说，如果西藏成立自治政府，中国走向联邦制，会不会引发更多的民族自立自治？那中国政府控制西藏是为了水资源，还是为了土地的这些矿产、金属资源？池成先生，你有什么看法？成立自治政府，我们是，所说的自治，也不是能听得到吗？可以听到。所以我们所说的自治，我刚才也很短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所说的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内，然后自治法之内运作自治，然后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自治政府是指就是在形容这个政府或者是一个行政的跟中国的不同的一个政府，所以我不大清楚。但是呢，我们所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把三个地区原来的三个地区在一个行政管辖下面，然后实行自治的一个行政的样子。然后，如果是中国走向联邦制的话，我觉得，那是要看情况了。这种是不是现实，有没有这个机会实现这种事情？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有这样的现象的话，那要看那个时候的藏人，那个时候的维吾尔人，那个时候的蒙古人，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才看情况才能定决定的。那个中国政府控制西藏是不是为了水资源，还是土地和金属资源？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刚开始的时候侵略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是去侵略的，因为中国的水源应该是亚洲最大的，而且别的土地金属之类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样理解。是我们知道，共产党在他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他有很多这样类似的言论，包括毛泽东等等，他们都是公开的就主张一些地方独立，包括湖南独立等等。那中共他在49年之前，包括就是1949年之后，他也比如说在和苏联在和俄罗斯谈判的时候，也是非常大方的就让出了大片的土地等等，所以很多中国的一些民众，他们对共产党卖国出卖这些大片的土地是非常的愤怒。那但是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又就是对西藏、对新疆，包括香港、台湾等等，他又就是一直在声称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嗯，对。嗯，这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中间道路成功，请问藏人会如何看待中共选定的11世班禅，以及如何看待10世班禅的女儿和孙辈？就关于班禅喇嘛的问题。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如果中间道路成功的话，请问藏人会如何看待中共选定的11世班禅？我觉得，大概上面藏人都不会不信中共选定的11世班禅喇嘛的，这是肯定的。藏人，至少90%，90以上的呃怎么说信尊者达赖喇嘛的话，他是肯定不会去信中国选定的11世达赖喇嘛的。那么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和孙辈，这个我也不知道。至少他们也是藏人，我觉得藏人应该会把他们以藏人的身份会看待的。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藏人从文化历史层面不属于中国或者汉族，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是什么？
或者中国所谓的国族身份是否不存在。他大概想说的是中华民族吧，因为在梁启超创造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之后，中共在他需要民族主义的时候，也是经常强调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整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都是同一个民族，然后要为了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等等。那这当然是一种就是殖民主义的说法，对于藏人、对于维吾尔人来说，所以对，也请您谈一下这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民族文化我在我刚才讲的时候里面，我觉得稍微的提一下的这个的观点，因为藏人的历史里面的话，我刚才也讲到，藏人的历史是根据藏文、藏语为根本的，从这个24史里面讲到，史书里面记载的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概念。从这样讲的话，在刚才所说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出来的时候呢，在西藏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有这样有人在讲这样一个民族的概念，所以在西藏的话，我们只知道，哎，我们的西边有这个尼泊尔、印度，而且我们很多的佛学上面的点经都是从印度的那兰陀的佛学院中翻译过来的。然后东边的话，我们有这个汉人，当时也没有用我们藏文里面讲的话，中国是说中国的时候，我们会说是 Ganab 跟 Gagar 这两个国家就是一个是在东边，一个是在西边，然后我们的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中国民族的这个概念。59年之后的话，有更多的人学习起来汉语，学习起来汉文，然后这些概念就逐渐在我们的教学里面放出来的，所以才有了这些概念才出现了这些民族感情的这些概念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插一句，所以这个里面有这个民族跟人民的两个概念的区别。连汉族不是一个原始的一个族，原来这个中国这个领土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 tribes and people，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群。那么后来经过很长的历史的过程，它就被传承为一个所谓的汉族，所以汉族里面有很多种人。藏族也不是一个原始的一个民族，藏族里面有多种 tribes and groups and 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民族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被产生的一个概念。这个人民的概念，你比方说中国人民是谁定的？中国政府定这个中国人民是56个民族的一个群体。那么美国的话也有很多种民族，但是美国人这个概念是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人类学的一个概念。对，刚才池诚先生讲到，尊者达赖喇嘛他要求藏人实行民主，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海外藏人的这种民主制度，不是说通过抗争革命来争取来的，而是作为最高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赐给人民的。这个我们整个这一门课的一个核心的关切就是中国的民主转型、民主化的问题，所以尤其会有人有兴趣。那您是否了解在这样一个从上到下去推动、去赐予的这样一个民主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有一些藏人觉得
觉得这个达赖喇嘛不应该放弃他的这个政治权利，然后应该坚持原来的制度。对啊，或者说就是不知道这个民主怎么运作，选举怎么运作等等。当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民是很惊讶、很震惊，然后因为突然之间说到民主的话，民主不知他们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们看到尊者达赖喇嘛赐给我们，不只是赐给我们，就是在60年的这个期间里面，藏人行政中央的民主制度是一点有尊者达赖喇嘛的很多不同的建议，然后建设出来的。所以刚开始的话，当然有很多人是惊讶，因为他们尊者一讲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尊者不再是他们所怎么说，孙子是不再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是很多藏人是不想失去尊者，不想失去尊者当这个国家领袖的这个概念，但是呢，我刚才也讲到的里面也可以看得到，2001年的时候，尊者是半退休的状况，然后2011年的时候，全退休，然后把所有的行政的政治政权给了这个人民直接选出来的这个司政，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尊者是一步把民主的建设给了西藏的人民。如果现在看下的话，我们就知道尊者是怎么用心良苦给我们这个自治的。这也是现在，这也是现在有很多，在藏人的社区里面的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念，不管你是中间道路的，不管你是想这个寻求独立的，不管你是偏向于这个自决权，有的人把自决权也当成是一个政治的政治的想法。所以，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政治的想法，你都有这个权利呃去做自己的事情。对，其实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在很多方面，这些比如说藏人流亡政府等等，就是他的这个民主实践，他积累的民主经验等等，包括人们的民主精神、法治精神，那已经完全超过了大陆，所以我以前也几次讲，就是在这民主方面，那中国人应该向藏人学习，向香港人学习。那香港问题我们以后也会专门讨论。那我个人认为，中共如此，就是倒行逆施，去顶着国际压力，把香港的法治、公民社会和民主给摧毁。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种自由民主，它的司法独立等等，对中国大陆是有影响，是有一个辐射效应的。而中共它不想让更多的人受到自由香港的影响。那经济方面的考虑，金融方面的考虑都是其次。那中共他也知道这样的做法让香港的经济、金融等等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共永远首先考虑意识形态，考虑它的所谓政治安全、政权安全。非常感谢慈诚先生和我们分享。那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做过一些事情来帮助藏人，包括就是增加对藏人文化、政治、法律的了解。包括我在公盟的时候，2008年314事件之后，公盟曾经找一些藏人学生学者来进行调查，所以后来我们出版了
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报告。那我记得尊者达赖喇嘛还有提到过，就是感谢过这个报告。还有在2011年，由王立雄牵头，尊者达赖喇嘛和2位中国人权律师进行对话。我和江天勇，我们就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后来和尊者进行一个线上的对话。后来这一部分还被拍成了一个纪录片，题目就叫对话。那我个人认为，尊者他提出中间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慈悲的、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概念，一个提法一个政策主张。但是我觉得他最根本的考虑还是中共的强大，中共的淫威，他不愿意放弃西藏，他不愿意，绝对不会给西藏这个自决权和绝对不允许西藏独立，所以是迫于这样一个极其强大的专制暴力，才不得不接受中间道路。那我觉得藏人应该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命运。那对于汉人知识分子来说，很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藏人他们的处境，很多人还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的思想。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汉人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接受了宪政人权，他们不满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但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变成很小汉，对，就是西藏和新疆加起来可能就占了新疆就占了中国的1/6面积，那西藏就是大藏区的话，那就是可能也接近1/6或者1/7的面积。所以就是很多人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也妨碍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包容、更开放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呼吁有民主思想的汉人，包括就是尤其是海外的汉人，能够多多的为西藏发声，多多的支持藏人的人权和这个自由事业。好，那非感谢。常感谢你，非常感谢你，童彪老师。我们这个结束之前，我可不可以提供一下两本书？好，现在有这个司政边巴策人每次来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在外国的时候，他会推荐两本书。第一个是尤汉生老师写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书他是一位香港的学者，然后香港的学者他本身有过关于这个西藏的历史的对西藏的历史上面他产生了怀疑，他是本来是觉得西藏是属于中国的，然后他是读了所有的这个清史，然后是元代时候的史书，然后很多史书，然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刚才我说的这本书，书籍里面说到的是在汉人真正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把西藏规划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书我觉得，因为我刚才看到的有很多的朋友是以历史的方向在问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司政边巴策人推荐的就是《Tibet 2020》，这是有一个法律这个国际法法律的教授，他用了十几年写出来的一个书，然后这里面讲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国际公约，还有历史上的这些签订约定，然后把这个西藏的真正的历史的地位写出来了，所以这两本书我在想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么非常感谢滕彪老师还有李安友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好，谢谢。那我们下星期会请
会请安娜阔和 Alvin Cheng 和我们来分享香港问题。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下星期见，再见。谢谢。